今天這兩場球，大巴黎2-0擊敗利物浦大家許多能猜到，但巴塞羅那以10個人0-2輸給馬競，而且在自己的主場，這確實爆了個不大不小的冷門。咱們先看巴薩這一場，今天馬競他們的大巴在賽前抵達諾坎普球場的途中遭到了襲擊，2扇車窗被砸。其實這樣的巴薩極端球迷做的事非常不好，敗了人品。而對此馬競的社媒也非常風趣地調侃道，我們今晚也看到了月亮背面。有意思的是，今天在比賽中馬德里競技開球门球的時候，門將已經把球開出來，後衛卻用手在禁區裡又把球撿回去。當時巴薩球員全都在抗議，可比賽的裁判 VR 裁判团队卻完全一片困惑。這麼大的爭議發生的時候， VR 的裁判組們不知道巴塞羅那在申訴什麼。由於當時比賽仍然在繼續進行，裁判組沒有及時去回看該回合的回放。事後 VR 裁判組的理解是，他們以為巴薩是在投訴對方的球員在開球門球時故意拖延時間，所以正因如此，本該負起責任來的 VR 裁判們沒有意識到巴薩是在針對什麼事兒提出申訴，所以也沒有提醒主裁判進行複核。這也很可能是源於裁判們對規則的不熟悉，最終演變成一次相当荒誕的情況，也对巴塞羅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就這件事情，賽後球員小西蒙尼還和記者發生了摩擦。小西蒙尼在混合採訪區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記者甚至拿手機把那次畫面放給他看。小西蒙尼多次在對記者重複這麼一句話，是普比爾在開球，他是用手把球拿起來準備開球。他重複了很多次這句話。小西蒙尼還說，我們從來不會讓門將穆索來開球，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比賽，我覺得整場比賽都不是門將穆索在開球。隨後小西蒙尼就和記者之间出現了爭執，我們從來不會用門將來開球，一直都是由後衛來處理的。而對此當事人馬競的門將穆索則是說，大家一直在談這個事兒，我理解這種表演的性質，我也理解這種爭議，我認為裁判解讀得很好，球當時並不在比賽狀態中，普比爾把球拿起來是為了傳給我，在我們所有的球门球裡都是由他把球遞給我。如果說他是想借此獲利，比如他身邊有逼搶還用手去把球拿起來，那麼可能是另外一件事，但很明顯他當時不是想獲得什麼優勢，而是因為球本來就不在比賽狀態中，這也是裁判的解讀。後衛身邊當時根本就沒有壓力，這不是一個會決定什麼的回合。我覺得圍繞這件事反覆討論有些過頭了，我同意裁判的判斷，球不在比賽狀態中。哈哈哈！哎呀，但是巴薩的球迷大家都想問一句，你作为门将把球踢給後衛，難道不是為了開球？難道是為了讓後衛用手把球撿起來？好的，對於這件事情巴塞羅那非常不滿，考慮會提出正式的申訴。而首回合的比賽結束以後，馬德里競技的晉級4強概率已經上升到 74.92%， 巴薩只剩 25.08%。 那邊的大巴黎 87.84% 的概率，利物浦只剩 12.16%， 而之前的拜仁 87.12% 的概率，皇馬只剩 12.88%， 阿森納 91.47% 的概率，葡萄牙體育只剩 8.53%。朋友們，這4場歐冠實在精彩，所以感謝您對節目的支持，感謝您訂閱，也歡迎您評論、熱推、點讚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今天的比賽雖然輸了，但亞馬爾一個人是站着死的。看了比賽都知道，但凡前面有個好前鋒在前面吃餅，亞馬爾今天可能會有2個助攻。下半場他真的是燃盡了，只要拿球就是1打3或者1打4，真是要把這18歲的小孩給累死了。看起來巴薩是3叉戟，實際上只有亞馬爾一個人能拿球。萊萬老了，費蘭托雷斯又菜，拉菲尼亞是個跑鋒，拉什福德嘛又老又菜又不肯跑，所以上一場聯賽裡面亞馬爾整個情緒就爆發了。費蘭托雷斯折磨了他1個賽季，一直到上場比賽快結束了，亞馬爾的情緒才爆發。而本場比賽被惡意犯規那麼多次，那麼狠，都控制住了情緒，這真不是一個普通的18歲球員能做到的。今天的比賽上半場拉什福德率先破門，可惜越位在先，进球無效。上半場第44分鐘，馬德里競技抓到了一次反擊機會，前插的小西蒙尼即將形成單刀，被庫巴西放倒，裁判將他直接紅牌罰下，巴薩只能10人作戰，這也是本場比賽的轉折點。有意思的是，當時這張紅牌並非一開始的判罰，裁判最初出示的是張黃牌，隨後在 VR 裁判介入以後，主裁判前往場邊觀看了回放，
在視頻助理裁判的建議下改判為直接紅牌。這個改判徹底改變了比賽走勢，而球員庫巴西在被罰下走向球員通道的時候，來到了混合採訪區的一塊屏幕前，這裡通常會播放比賽回放。庫巴西希望通過 VR 回放看清楚裁判為什麼會改變判罰給自己紅牌，想親眼看看自己到底犯規在哪兒。可就在庫巴西試圖查看的時候，屏幕的信號卻突然被切斷，只剩下歐足聯的標誌。哈哈，這也真有點意思。不過老 K 看來，這一腳犯規給直接紅牌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馬德里競技這邊一堆黃牌沒有給，還有點球沒給，這個爭議就比較大了。好，第45分鐘，阿爾瓦雷斯直接任意球破門，就相當於庫巴西這次犯規變成了紅點套餐。要說阿爾瓦雷斯的任意球水平確實太高了。下半場第70分鐘，馬德里競技左路傳球，斯洛特在禁區內搶點破門，2-0。今天也很可能是馬競功勳球員格列茲曼在諾坎普的最後一場比賽。他說，我在諾坎普這裡度過了非常難忘的時刻，我非常享受這一切，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經歷。當年格列茲曼從馬德里競技投奔巴塞羅那，馬競拿了1個多億，還用巴薩送的蘇亞雷斯拿了這麼些年來的第2個聯賽冠軍。最後格列茲曼還回到了馬競，所以跟巴塞羅那的羈絆也是今天比賽的一個看點。而今天巴薩左路的3叉戟之一，英格蘭球員拉什福德完成了7次射門，但沒有進球。他成為自03到04赛季以來第2位在歐冠淘汰賽階段的單場射門達到7次以上的英格蘭球員。而上一位呢，則是09到10賽季16强戰中對陣 AC 米蘭的曼聯球員魯尼，他當場有9次射門。拉什福德幾個機會都沒把握住，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像田徑運動員了。他打定位球腳法還不錯，可是如果在動態的比賽過程當中射門，總感覺步點比較偏亂，始終身體是扭着在踢，所以導致右邊的亞馬爾過不完的人，送不完的直塞，可另外一邊卻有錯失不完的機會。亞馬爾在87分鐘那次小範圍面對5個人，真就是強突啊，個人能力確實太突出。而73分鐘換下拉什福德，上來一個費蘭托雷斯，哎，巴薩球迷命苦啊！這兩位大哥誰像是能把握機會的？況且拉什福德完全不防守，竟然讓37歲的萊萬幫着補防自己的左路，這怎麼也讓人想不到。本來坎塞洛就是漏勺，拉什福德還不幫忙逼搶，射門不行，無球跑動也不行，傳球不行，配合也不行。浪費了太多的絕佳機會，感覺今天的拉什福德比庫巴西還要致命。上半場巴薩一直在找他這一側，可拉什福德除了湯大了就是射門太正，跑位始終跟亞馬爾不合拍，射門技術也不達標。雖說一個賽季看着進球挺多，但轉化率極低，而首發的拉什福德把握不住機會，而替補上來的費蘭托雷斯，我的朋友，我們完全看不到機會。而今天由於少打一個人，奧爾莫在場上真是拼了，直接給幹成了後腰，還是個 B2B 中場。下半場少一個人的情況下，巴薩還能有優勢，沒有奧爾莫的後場出球那不行。而馬競的替補門將穆索遇到了拉什福德、亞馬爾還有費蘭托雷斯，射門都不行，確實數據刷爽了。他今天全場貢獻了7次撲救，5次在禁區內。目前他可能是世界杯阿根廷的3門，但這樣發揮下去也有可能會衝擊2門的位置。那麼昨天咱們看了奧里賽，今天看了亞馬爾。亞馬爾今天嘗試過人14次，成功過人8次，關鍵傳球3次，被犯規6次，全是本場最高。可今天遇到一個餵餅不吃的拉什福德，一個隨意拿紅牌的庫巴西，一個喜歡浪射的費爾明，一個被對方當球踢的佩德里，還有一個燃油已經完全耗盡的老萊萬。好在今天奧爾莫踢的是真合理。還有坎塞洛的發揮極棒，換人之後感覺他被解放了。坎塞洛真是高級貨，進攻不拖泥帶水，坎塞洛來了2-3個月，融入的比拉什福德要好多了。這位巴薩的臨時工每次回巴薩就是回家的感覺，不知道的還以為在巴塞羅那已經踢了10多年，只怪拉什福德害得坎塞洛沒有把最大程度能發揮出來。亞馬爾和奧里賽是足球送給這個時代最好的禮物，再加上大巴黎的杜埃，年輕的一代又要起來了。那麼很讓人意外的，今天呀是西蒙尼執教馬德里競技以來首次在諾坎普擊敗巴塞羅那，此前是7平11負。當然了，之前巴塞羅那在蒙追特球場的時候也輸過，但不是諾坎普，所以今天也算是創造了歷史。而巴薩重返新諾坎普後的主場全勝紀錄今天也被終結，馬德里競技也終於收穫了在本賽季歐冠賽事中的第1場零封。
此前12場比賽都被對手攻破過球门，但雖然馬競在客場拿到了2-0的優勢，老 K 卻並不認為保險。正如阿勞霍賽後所說，如果有人有能力在馬競的主場完成逆轉，那就是我們巴塞羅那。這一點馬競主教練西蒙尼同樣也是這個看法。西蒙尼說，進了2個球說明不了什麼，我們深知後續會遇到的困難。在對陣巴塞羅那的時候，你必須明白，比賽的95分鐘裡，每一秒都必須保持100%的專注度。這裡絕對沒有任何可以讓你放鬆的空間，因為巴塞羅那真的非常優秀。是的，巴塞羅那歷史上曾經5次在歐冠淘汰賽次回合完成2球及以上的逆轉，但有一點，過去都是在主場完成的，下一次卻要去馬競的主場，所以巴塞羅那逆轉的任務將非常艱鉅，並且在歐冠的淘汰賽歷史上，曾經有38個隊在首回合主場輸了2個球，其中就只有1支最終完成逆轉，那還是2019年淘汰大巴黎的曼聯。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年呀，正是憑借拉什福德在補時階段打進的關鍵進球，曼聯完成翻盤。所以下回合去到馬競主場，拉什福德能不能發威啊？好，另一場比賽，許多人都猜得大差不差，現在的利物浦根本沒有抗衡大巴黎的實力。上半场僅僅第11分鐘，杜埃在禁區內非常漂亮的轉身擺脫防守打門，皮球折射後入網，巴黎1-0領先。下半場第65分鐘，若昂內維斯一腳直塞，K77帶球闖入禁區，閃轉騰挪破門，巴黎2-0。隨後科納特還送了個點球，可主裁判觀看 VR 之後取消點球，全場利物浦竟然0射正。今天的輸球，其實大巴黎還沒拿出最好的狀態，否則本場比賽早就花了，硬是把一場5-0的比賽給踢成了2-0。巴黎隊確實太能浪費機會。隨着歐冠淘汰賽即將進入最後階段，這支巴黎隊似乎已經正在調教到最佳狀態。比賽看下來，3條線全部都是最頂級，前場全是快馬，拿球就有威脅，而利物浦一個能突破能盤帶的球員都沒有，上了一堆中場，2條邊利物浦永遠沒人。這個賽季一直都這樣，利物浦真沒什麼好說的，防守也是漏洞百出，進攻看不出一點戰術，毫無威脅，平庸至極。錢雖然花了這麼多，可現在利物浦的鋒線完全不如過去。反觀大巴黎這邊的維迪尼亞號稱世界第1中場，傳球總數138次，精準傳球132次，均為全場最高。而且維迪尼亞太能跑了，一會兒在中後衛的位置，轉頭一看又到了影鋒位置。維迪尼亞上上下下真是跑個不停。今天比賽第78分鐘換上了伊薩克，可是卻把維爾茨和索波斯洛伊給換下去，這就導致徹底沒人給伊薩克傳球。況且伊薩克的防守和逼搶跟皇馬姆巴佩一樣，當然就主教練斯洛特這種戰術也不可能一個人去搶对面4個吧。而主教練斯洛特沒什麼好評價的，趕緊下課。這讓大巴黎打成74%的控球率，射門比18-3，這還是利物浦嗎？法甲的升班馬也不至於打出這個數據吧？真的太逆天了，全場比賽踢完居然沒有一腳射正。所以簡單說，大巴黎的過於優秀，襯托出利物浦的退步有多嚴重。缺乏章法，沒有體系。利物浦到底想踢什麼樣的足球，我們不知道。利物浦的進球該是什麼模樣，我們看不出來。利物浦最近8場比賽已經輸掉了5場，在賽季進入尾聲階段，利物浦卻排在聯賽第5，而且只比第8名的埃弗頓高了3分。今天這一場球，整個大巴黎完全就是實力遠超利物浦的球隊。看着巴黎的球員在場上無比從容，跑位如此堅定，控球的時候甚至人人都帶着表演的性質，享受的有些過了頭。所以呀，我認為下回合回到利物浦的主场，次回合已經無關重要了，多少就挽回一絲尊嚴就行，讓自己看起來還像一支球隊也就罷了。比賽後大巴黎發揮出色的中場球員維迪尼亞，因為他事先承諾過要和利物浦的球員尼奧尼交換球衣，結束後維迪尼亞就乖乖地等了對方20分鐘，一直在場邊等到利物浦的替補球員們完成了賽後放鬆，這才跟18歲的尼奧尼交換了球衣。所以維迪尼亞球踢得好，球品好，人品也好。對了，有意思的是上回合大巴黎2回合是總比分8-2橫掃了切爾西，不過那2回合的預期進球總數只有 2.23， 卻打入了8球。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切爾西的門將約恩森犯了大錯。但今天對利物浦這一場比賽，大巴黎已經創造了 2.57 個預期進球，竟然遠遠地超過了對陣切爾西2回合的預期進球總數。
而反觀利物浦呢，他們的預期進球只有 0.17， 這是斯洛特治下利物浦的最低數據。不僅如此，最恐怖的是感覺利物浦場上球員的配合越來越不默契，有時候球員們一個人在後場被對方3-4個人搶，也不把球傳出來。雖然陣容上確實有短板吧，但踢成這個樣子，主教練還是有責任的。球員們已經對他的戰術徹底失去信心了，屬於去年夏天花最多的錢，結果挨最毒的打。今天薩拉赫沒有登場，但賽後他依舊認真完成了訓練和恢復內容。對此，過去利物浦的名宿傑拉德說，值得肯定的是，薩拉赫留下來加練了跑步。如果沒有周三這一場周中的賽事，今天本應該是大運動量訓練日。薩拉赫心裡已經在備戰周六對陣富勒姆的比賽了，這體現了他的職業性和心態。本賽季利物浦一切即將休矣，薩拉赫已經達成提前解約的協議，在今年夏天就會結束他9年的安菲爾德生涯。今天主教練斯洛特終於讓薩拉赫替補。賽前他說，這可能是本賽季我第一次不得不做出極其艱難的決定。雖說不是頭一回，但本賽季很多時候我其實沒有太多選擇餘地，要麼球員受傷，要麼有人打不了90分鐘，我只能把2-3個球員拆成各踢45分鐘。而現在賽季打到這個階段，我的替補席上第一次擁有了這麼多能直接改變比賽的球員。不只是薩拉赫，還有伊薩克、羅伯遜、瓊斯、基耶薩、尼奧尼、恩古莫哈，還有加克波。這本應該是常態，可惜本賽季這種情況並不多。要我說，斯洛特，今天你有這麼多人可以用，卻輸得這麼慘，要不是運氣好，真就是個0-4、0-5。過去克洛普的利物浦竟然淪落到這個地步，真是讓人唏噓。好的，大巴黎他們最近的8場歐冠淘汰賽不敗，7勝1平，這追平了法甲俱樂部的紀錄。上一次還是04到06年的里昂隊。而小將杜埃今天的進球至此在杜埃進球的23場比賽中，大巴黎保持全胜。杜埃還只有20歲，但他的歐冠生涯在大巴黎已經打入了7粒淘汰賽的進球，在巴黎队史上僅次於姆巴佩，這太嚇人了。如果再在巴黎踢11年，杜埃的數據會怎麼樣？這小家伙是專打高端局，他的生涯至今14場歐冠淘汰赛直接參與了11個球，其中進了7個球，4次助攻，金童獎，真正的金童獎。今天他也以20歲309天成為了歐冠進球上雙第6年輕的球員，在他的前面是亞馬爾、姆巴佩、哈蘭德、貝林厄姆和本澤馬。而如果只看歐冠淘汰賽，那麼杜埃的7球追平了姆巴佩，成為21歲以前在歐冠聯賽淘汰賽階段進球並列最多的球員。所以簡單的評價大巴黎他們的前場每個人都是游龍他們的中場每個人也都是游龍，甚至你可以說他們的後場也全都是游龍。今年的大巴黎，今年的法国队在歐冠在世界杯是真的恐怖，所以這才讓對面的利物浦自2020年11月以來首次在歐冠全場零射正。光頭斯洛特真是每一場都在創造一項恥辱的新紀錄。好的，開心時刻。最新報道，60歲的巴西球星羅馬里奧因為和女友的閨蜜有染，被女友給分手了。羅馬里奧真是老當益壯，因為他的女友只有25歲，他還不滿足，還要去出軌女友的閨蜜。你看獨狼羅馬里奧這身肌肉，有幾個年輕人能比得了？同樣寶刀不老的還有現年48歲的亨利，他最近也曬出了自己的鍛鍊視頻，可以看得出來身材非常出色，上身的肌肉線條非常明顯。好，另外前法國国腳納斯里也是咱們前曼城和前阿森納的球星。最近他涉嫌稅務欺詐，很可能會被罰款500萬歐元。因為法國稅務局調查發現，他雖然申報說自己居住在迪拜，但22年通過外賣平台下達了212份訂單，都送達了巴黎的同一個地址，所以他肯定是長期住在巴黎。目前納斯里在巴黎的房產和銀行賬戶已經被查封，還包括了納斯里的航班記錄也都成為了重要證據。根據機票信息，在21到23年間，納斯里在法國停留的時間至少為126到208天。所以现在的大數據太可怕了，為了查偷稅漏稅，連點外賣你都無所遁形。好，今天前威爾士球員、前阿森納和尤文圖斯的球員，我們的死神拉姆塞，他在社交媒體上宣布退役。拉姆塞已經35歲，過去為槍手阿森納出戰了369場比賽。這位真正的傳奇為什麼外號叫做死神呢？因為許多球迷聲稱拉姆塞身處一個神秘的詛咒中心，
因為每次拉姆塞進球後不久，世界上總有名人或者政要就會離世。在他職業生涯的80個進球當中，至少有29個，只要拉姆塞進球，馬上就會發生名人去世的事件，包括科學家霍金，還有喜劇演員肯多德，都是在拉姆塞進球後去世的。當然，拉姆塞本人曾經在2015年回應過這個奇怪的理論，將它斥責為荒謬。拉姆塞說，我聽過最離譜的謠言就是說我進球後就會有人死，確實有很多次我進球後有人去世了，這也有潛在的好處，比如本拉登還有卡扎菲。不過那只是個瘋狂的謠言，雖然我確實好像幹掉了一些壞人，哈哈哈。所以就因為這個瘋狂的謠言，拉姆塞獲得了死神的外號，真是有些酷。另外，昨天幫助拜仁2-1在客場擊敗皇家馬德里的40歲門將諾伊爾，由於他貢獻出頂級的表現，賽後拜仁俱樂部官方的社媒曬出了一張趣味圖片，將諾伊爾 P 成了經典兒童節目中的太陽寶寶，還配了一句歌詞：你是我的陽光，我唯一的陽光。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也歡迎您訂閱，咱們明天再見。